当我们谈起旅行，有时候真正追求的不过是一场与自然的靠近。登高望远，让心情豁然开朗；听海风，尝鲜味，让疲惫的灵魂得到疗愈。这就是游山玩水的极致体验。这一集我们要带你解锁金山的隐藏玩法，那些你从未听过的故事，那些你以为只是庙宇，却其实藏着海景与好滋味的私房餐馆。从山头到海边，15分钟就能串联起一段丰富的一日旅程。金山这座滨海小镇，藏着太多让人惊艳的角落，也许连当地人都还没全走遍。跟着我们一起重新认识这片山海交汇的宝地吧。早安，我们今天第一站呢来到法鼓山。那你不要看它是个佛教圣地的样子呢，其实里面的风景非常漂亮，有8条步道，整个园区非常的广大。那据说呢，走到最后面呢，还可以看到无敌海景哦。大家看我身后，这边是停车场，大家开车进来呢，都只能先停在这边，然后呢，就坐它的接驳车上去，20分钟一班，而且它停等接驳车的地方呢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。你看，现在后面有很多人在等车，等一下接驳车来了，大家就坐车上去，然后上去之后呢，再慢慢的从步道走下来。而且我们是依山而建，所以你看，就是整个这是有点小小的山。你有推荐哪一些地方必去吗？你一定要去3楼祈愿观音殿跟祈愿观音，来这边一定要先来跟佛菩萨问。所以来迎观音宫就是这个了。对，观音可以这边你可以去感受一下，中间就是祈愿殿，就每一条步道去感受，因为每一条真的不一样。哇，在候车区旁边的溪流非常的漂亮。那其实它的沿着旁边呢，就是一条步道。那我们觉得呢，上坡比较不伤膝盖，所以我们想要走上去感受一下这个漂亮的风景，然后呢，再看要不要坐车下来。我们一走进来啊，就听到很大声的水流声。除了水流声之外呢，就会发现说自己什么声音呢都听不到了，包括你心中的杂念。所以一走进来呢，心就马上静了下来，真的非常的厉害这个地方。这里林荫茂密，所以我们走进步道呢，瞬间就凉了30度。那今天本来就不热啊，现在又更凉快了。真的好喜欢，好舒服哦！建议大家一定要走这个步道，不管是要下来还是要上去，都很推荐。这里面沿途到处都有小小的瀑布，而且你可以很亲近它，看水一直流下来啊，就好像你的心灵被洗涤了一样。你看，这里还有一条小桥，站在这边拍照超漂亮的。这里啊，真的是四周被水环绕，像我们现在就可以很安全、很亲近的，就随意可以摸到水了。其实很快，我们刚刚大概走5到10分钟而已呢，就走到大路上，而且马上就看到观音道场的大门了。我们从道场的大门走进来呢，马上又可以绕回步道上了。果然还是要绕回步道上才是最舒服的。在我们身后的呢是法华钟楼，它现在在整修，不然我们就可以进去看到东南亚最大的梵钟。那它在除夕的时候呢，会敲108声的钟声，象征去除108种烦恼。这里面有个休息的空间，大家可以在里面啊吃些东西，喝喝饮料。它里面有提供红茶、冬瓜茶、青草茶、咖啡，然后点心的话呢，有素糕、甜吐司、咸吐司。那其实它都没有标价，大家就是功德水洗就好，还蛮佛心的。那我们刚刚呢，就是一人喝了2杯青草茶，超好喝的。对，重点是其实里面很漂亮，可是它里面是不可以拍照，只有餐点啊，或是自己拍照这样子，它不可以拍到人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就在外面讲。这里是祈愿观音殿，
那不管呢是往这边看还是往那边看，都非常的漂亮。像这一面呢，望下去就是无尽的山景。那我们不管呢是在龙禅寺还是在这里，或者是我们去到北海道看头大佛，在他们的正殿前面呢，都会有一个水池。那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含义，但我自己的解读是，它就像一方明镜一样，可以照见我们自己的心灵。这边看过去呢，就是菩萨殿。那大家其实都会在水池的对面这边拍照，不要在大殿的正前方去拍照。那这样的话就没有问题了。而且这样拍其实也比较漂亮。哇，这边风景超好的，有一种开阔的感觉，大平台的感觉吗？刚刚跟大家说，这个园区里面可以看到海，不过呢，要走到海的那边真的要蛮远的。我们今天时间不太够，因为后面还有其他的行程要跑。对，怕这整个篇幅太长了，所以我们就是大概把这里面介绍一下这样子。那之后有机会再来拍。这也是游览车平台旁边的木栈道，坡度稍微有点斜，可是呢，整个风景啊，好像自然公园的感觉哦，非常舒服的。刚刚在3楼的观音殿，觉得那边风景超好的，结果现在上来6楼的大殿，就觉得哇，这边又更不一样。难怪人家说你欲穷千里目，要更上一层楼。I do, I do, I do. And I plant a garden in. 这里到处拍照都超漂亮的耶，而且蓝天白云这样子真的很漂亮，真的很喜欢耶，很推荐大家来啦，真的是很适合走走，真的。Just because I can. 最后，我们来看这座开山观音像。之前呢，圣严法师他在寻求道场的时候呢，就刚好啊，在法鼓山的前身金恩寺，这位法师呢，他也在寻求有没有人可以来接手道场。那这份因缘呢，就这样子促成了。那这座观音呢，它之前就是放在金恩寺的殿内啊，原本是玻璃纤维制成的，它的材质呢是不耐久放的，容易损坏，所以后来呢就帮它铸成了青铜。那因为它见证了开垦这座山林的筚路蓝缕，所以法鼓山呢就决定把它放在这边呢，继续守护山林，所以取了这个开山观音像，真的是非常的贴切。我们今天在法鼓山园区，大概只走了1/3或1/4的范围而已，里面真的非常的大。那我觉得大家是可以来里面呢逛上一整天的。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肚子有点饿，我们要先下山去吃饭啦，继续后面的行程。这边真的很值得哇，常常来，因为真的是层出不穷很棒。好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搭接驳车喽。我们现在在庙的下面用餐，这家餐厅呢叫做更新厨房，它超特别的。这个场地呢，它其实是跟庙方承租的。以前呢是一家海产店，但后来就觉得说，这个地方风景那么好，没有拿来利用可惜，所以他们都是自己呢装潢了这一间餐厅，把它变得呢跟外面的庙宇啊看起来截然不同的风格。因为老板原本就是设计师，所以他就把它盖成这样。因为现在人很多，所以我不好意思就是很大胆的拍一下里面很漂亮，这是很棒，就坐在这里面吃餐，然后看外面的海景，真的非常棒。这一道是葱香土鸡，我刚刚已经先试吃过一口了，它的咸味呢是比较淡的，留下来都是香气。鸡肉挑选的也蛮浓鲜合度的，有一点肉冻，但是又不会过于肥腻。
这一道是盐酥蓝虾母，它其实看起来呢非常像炸西虾，但它其实是海虾。那因为爆蛋的时候呢，它的蛋是蓝色，所以叫做蓝虾母。那当然现在呢就是烹饪熟了之后呢，就看不出那个蓝色的部分了。它触角的部分啊特别酥香，里面的肉呢也特别甜。真的很好吃，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点一下这一道，因为我每次来都会点这一道。这一道呢是鲜炒小卷，我们来试一下。我刚才已经先吃了。我好喜欢这种小卷炒起来会柔嫩的感觉。它其实比较像三杯的味道它其实因为九层塔进去了，然后还有一些酱油啊，有一些甜甜的，所以你就会觉得像三杯。它这一道煮起来很好吃，它的口味不会太重，它的那种甜跟咸，我觉得是非常刚好。然后保留了它就是该鲜嫩的地方鲜嫩，然后像饺的地方有一些脆脆的口感。它这个葱油鸡的酱啊，不要浪费，拿来做葱油饭一定超好吃的。这一道呢是蛤蜊蒜头鸡，刚捞它的时候，哇，里面的鸡肉啊、蛤蜊蒜头真的都非常的多，满满的。我觉得他们的服务很好，他还有另外再准备碗给你。然后我觉得他们这个弟弟啊，非常服务态度超级好，我每次来都对他印象非常的深刻。而且他长得很可爱，就很像是男团在帮你服务一样。对，年轻男团。男团成员。对，刚要红的那一种。对，大家来应该都会说。而且你如果刷评论，你就会发现很多人都觉得弟弟的服务非常好。他应对进退啊，比几十岁的人都还要好。比鼎泰丰好，真的，鼎泰丰已经够好了，他超好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。你看弟弟非常的认真，真的是生到这种小孩真的是超赞的，很幸运。我说鸡肉超好吃，它真的就是在蒜头堆里面打滚出来的那种感觉，每一口都有沾染到蒜头的香气，而不是说鸡肉是鸡肉，蒜头是蒜头。蒜头处理的口感蛮微妙的，是松软带点微脆，我觉得很像菱角比较少吃到这样的口感。是蛋香海菜，我们都很喜欢这一道，因为他们非常的用心啊，蛋液啊熟度刚刚好，所以你可以知道海菜的香跟蛋液的香，而且海菜也是滑滑的，它那个口感真的是非常融合，很喜欢这一道。这个也煎得很刚好，很香，对不对？这道是葱香豆腐，哇，它那个凸显豆香的原味还蛮多的。表皮微酥，里面还是相当的嫩，火候掌握得很好。这一道呢叫做虾米蛋，顾名思义就是蛋里面呢放的是虾子，这道还蛮必点的，超好吃。对，它那个虾米非常的有肉，吃起来非常的香甜。我们刚问了一下，更正，里面那个应该不算是虾米，是小的海虾，可是跟我们刚刚吃的那道蓝虾母呢又是不同品种的虾。对，我觉得很少在外面吃到这么好吃的这个虾米蛋，对。这道是糖醋白鱼虎，这个鱼啊吃起来非常有弹性，包括它的鱼皮部分呢又有胶质，然后也很有咬劲。再来是他们家的调味呢都不会过重，所以糖醋啊还是可以吃得到它鱼的鲜味。这个白鱼虎啊，它是属于那种软骨型的，所以你不会吃到什么刺，然后吃到软骨就把它空咬下去就好了，而且就是真的就是感觉到胶质很丰富。这碗呢是鲜炒双元汤，那菜单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是红豆双元汤，因为夏季跟冬季呢，他们其实是会换一下口味，夏季做凉的，冬季就做热的。而且是红豆。对，这个是我们的相机福利啦，谢谢老板娘。然后呢，他们的芋圆跟地瓜圆呢都是自己手做的，你看真的是非常的手工感啊，因为纤维啊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到。其实我们之前有来拍过一次啊，这个是我以前在附近教课的时候，那边的音乐教室的老师，他非常推荐我来，我们吃了之后就超爱这一间的，这样，所以就推荐给大家。他们家的芋圆、地瓜圆用料超实在，就是几乎整个里面呢就是实实在在芋头跟地瓜了，粉很少。我敢负责任说，有比9份的好吃很多，真的非常厉害。
吃饱啦，那其实我们蛮晚才用餐的，所以现在餐厅都空下来，就可以带大家看一下环境。你看是不是很漂亮？而且真的呢，从窗外就可以看到无敌海景。那我们也蛮喜欢带朋友来这边吃饭的，因为呢，就是来这边很有面子啊，它的环境漂亮，然后菜色特殊，调味也非常的好。而且我觉得每个朋友来，如果有来吃啊，他们一定会说，哎，怎么是庙下面？可是进来他们又有一种反差的惊喜感，这样子。我们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一间，然后口味也很合我们的口味。借我一下，好的，谢谢。写上说明3天。好。大家经过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，不要以为它就是一间庙，下面是一间很棒的餐厅哦。我们现在来到跳石这个公车站牌，它是一个 IG 的热门打卡景点。我们现在放眼望去啊，感觉拍照的人呢都比我们年纪还要小。对，我可以跟你讲，这因为今天假日，所以人超多，平日也人多，但是可以拍到没有人的时候，因为大家排队一下就 OK 了。那你知道它是怎么红起来的吗？因为它原本没什么人，然后拍下去很像日本的那种小车站，然后大家觉得很漂亮。结果就是有人先 IG 先 PO 了，然后 PO 了之后，哇，大家觉得很赞，就一窝蜂大家一起来这样，包含我啦。然后我自己经过的时候，我也是会欣赏一下这样子。是因为我们真的就是北海岸的居民，很常在这边附近走动，然后每次经过的时候就想说，这为什么要在这里拍照？而且它这是1、2年的事，因为我前2、3年还没有人在这个，它这个车站有稍微再整修一下这样。而且我跟你讲哦，就是这2天我就看到再往前的一站，那叫做忠义路口也开始红起来了。而且那个车站它比较透明，通透性比较好，其实在那边拍也不错，所以大家不要一窝蜂挤在这边。它还有一个会爆红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从那个咖啡店，人家从那个咖啡店这样拍下来。那最好的拍照景点就是人站在车站这边，然后呢，你看后面那个围墙有没有？上面有人在拿手机，就是从那边拍过来，那你就可以很通透性，如果没什么人，很通透性的看到整个车站，然后跟后面的海边。对，但我今天没办法拍到这种照片，我等一下上去示意一下给大家看。好了，我现在到这个上面来了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都没有什么人的话，这样子是不是很漂亮？然后加上蓝天白云，还有一点青绿色的大海，是不是真的是很漂亮啦？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些人 P 掉呢？啊，终于抓到一个角度不会有人了，大概只能维持一下，等一下就会有人经过了。好啦，就是推荐大家平日来拍会比较好啦。想要在这边拍一张干净的照片，真的是蛮困难的，到处都是人，而且我们刚刚很远的地方，那边鸡同鸭讲，所以除非你有一边打电话或是对讲机，不然的话很难配合对方的要求。不过我觉得在这个海边，然后坐看看海，吹海风，看看海景，还蛮不赖的。漂亮。我们现在在李启峰古宅，这个地方又叫做启峰居。那它是一间呢有200年历史的古厝，被誉为是北海岸保存最完整也最华丽的闽南式3合院。启峰居的主人叫做李布，他是当时这一代的首富哦。除了有钱之外呢，还很有声望。他在嘉庆年间的时候呢，被称作乳颜进士，所以呢，他们家才可以盖这么华丽的屋顶，这个叫做燕尾屋脊啊。那前面的庭院呢，有一个半月形的池子，那这个其实是很有风水考究的，所以你这个家呢，必须要很有底子，才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。这房子呢，虽然有200多年的历史，但是呢，好像不能被称作古迹，因为它目前来说都是私人的产权，没有被政府那边登录为古迹或者是历史建筑。但是它其实是很够格的。大家看到我们身后的石头，猜得出来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个地方呢叫做金山旧机场遗址，它是从前呢日本时期日本军方在这里盖了一个小型军用机场。那这个故事呢有点曲折，它还没有启用就被废弃了，因为呢当时呢日本已经没有什么钱在盖这个机场了。2战时期。对，然后就是国力衰退，所以他们呢就是在试飞的时候又发生零式战斗机降落失败，所以他们就觉得不太吉祥这个兆头。那后来呢，他们就是可能要撤退了，这个地方呢就原地还给农民了。
这3个石轮呢，其实就是证明这个地方啊，曾经是个机场的最好证明。因为呢，这个石轮它其实是当时在建机场时拿来整平地面的机具，那现在呢留在这里啊，做一个历史见证。你看，它现在是一个篮球场，像我小时候啊，在那边打球啊，完全都不会怀疑那3颗是什么，就觉得是3个废铁在那边。我要是没查到资料，我也不会特意去看它。真的，而是我经过，我看到它，我也不会知道是它，而且不会发现下面有一个牌子在说这件事情，蛮酷的。金山在这个季节呢，虽然越来越热了，但是有非常漂亮的稻田，然后对面呢还有很漂亮的荷花池。我们刚进来路上呢，其实到处都是一块一块的荷花。现在荷花是半开的状态，今天是端午节，那我觉得大概在1、2个礼拜之内来，应该会是最漂亮的时候。可是蛮特别的是，我观察到它的土壤是湿的，可是水已经都没了，没想到还可以维持得这么漂亮。这一间是卢门干妈店，我们今天来的太晚，它刚好打烊了。那这间呢，它有卖一些冰品啊，或者是仙草茶。那比较特别的是，这个干妈店里面还有传统的大灶，可以就是以前可以做传统的糕饼的那一种。那它现在呢，其实也有提供一些教学活动啊、DIY 这些活动等等的。那我当初在查这个卢门干妈店的时候呢，我的雷达就响起来了，会不会跟杨如门这个人有关系呢？杨如门其实就是百米炸弹客，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他的事迹。那他虽然是使用一些比较激烈的手段，可是我蛮佩服他的精神的，所以我就想说，特别介绍这边给大家看一下。对，我就是蛮想要介绍一下，我觉得，他现在这种心境啊，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后辈去学习的，对对，就是这种热情这样子，那就是手段，对，可以温和一点，对。虽然想说要温和一点，但是有一些事情，有一些人真的没有办法对他温和起来。这里是金包里农舍庄园，它是一间新开的甜点店。其实我们呢，以前常经过这边，就很好奇说它到底要盖什么。我经过它大概4、5年了。对，现在终于盖好了，而且我们就是前几天看到我是 Heaven 的影片了，就知道说哦，原来呢，这现在变成一个很漂亮的甜点店。我们先试吃一下它的地瓜巴斯克，听说是前几天呢才刚获选新北10大伴手礼的。我们来试一下。这么喜欢？它地瓜很甜，但是就是那种自然的甜味，再加上很香浓、微微咸口的起司，好搭哦，不会腻耶。再来试一下柳丁千层酥，说是云林古坑的柳丁哦。这个很刷嘴耶，会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，而且真的它的那种柳丁味啊，非常的香。这个是 A 拉丘巧克力曲奇 ，A 拉丘呢其实就是他们的主厨在那边忙碌着。然后这个呢，它的特色是用100%的法国巧克力加上一些台湾米去制成的这个饼干。试试看。这个巧克力超好吃的。一般我们在吃曲奇饼，它要酥一定要非常油，可是我们刚刚有吃到酥，没有吃到任何的油腻感，而且它非常松，然后一咬下去，那个整个这样子化掉、酥掉的感觉，非常棒。它内用区还蛮凉，不过我觉得外面好像蛮棒的，所以我们去外面坐好了。这外面环境超漂亮的，它就像一个欧式城堡。你从路边过呢，看到一个大大的荷兰风车呢，就是这里了，绝对不会认错的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它那边呢，我们这边坐着，除了这个草皮以外，你看那边那个东西叫做美女山、美人山。对，我突然讲错，真的非常的明显哦。我从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就侧躺着的一个女生，然后她的眉毛、睫毛、鼻子、嘴唇真的非常的像。对，它其实是跟我们观音山啊是一个同一座山对称这样子。那观音山的另外一面，这一面看过去是美人山，从五股巴黎那边看过来是观音山。哦，来吃吃看。这个布丁呢大有来头，据说是100多家布丁啊得到了这个第1名，然后它里面的原料呢全部都是使用台湾生产的原料哦。但至于是什么，就是大家自己去翻吧。听说蛮红的最近。它有正确的食用方法的，首先呢你要画10字，然后从底部挖上来吃，这样子的风味最棒。你刚刚放下去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它非常的扎实，真的。有扎实，
刚刚他们跟我介绍说，这个是用舒肥的方式做的，对，非常的滑嫩，它有点介于固体跟液体之间了。然后好浓郁，好浓郁哦！你真的可以吃到那种香草籽自然的香草味。最近好像是大家拿来跟日本的一些有名的这种去比较，对，所以真的厉害。我们刚刚吃前面的东西，真心觉得好吃。这一款呢是山药奶酪，下面呢是凤梨果酱。使用的方法跟刚刚布丁一样，要先画个十字，然后从底部挖起来。所以这一坨是有山药在里面的。我吃吃看，再告诉你。想象不到哎。它真的有山药的微微香甜味，而且呢不会很突兀，超搭的。虽然说是奶酪啊，但我觉得它的质地更像优格一点，而且呢，整个其实都蛮呈现食物的原味，不会说因为是甜点就过酸啊、过甜这样。我觉得这间很推，因为它的外表会让你觉得比较像是会出现加油站等级的东西，可是不是哦，非常厉害，认真的甜点。然后它这里面其实，整个场地非常的好，我觉得算是蛮舒服的，我应该还会再访。除了它的外表之外，它的甜点也是很值得一试的，很特别的东西。好吃吗？你喜欢什么口味的？好吃。我们来总结一下，今天我们到金山呢，就是走一个散散步、吃个饭的行程。那早上呢，我们先到法鼓山，其实那个地方真的可以待很长很长的时间。我们2个人呢，虽然说金山这么熟了，都还是第一次去那个地方哦。而且金山我们之前还拍过非常多集点，而且集数大概有20-30集有。对，那今天的餐厅我们也非常喜欢。吃饭之后呢，到了一些其实我们是查 Google 地图才知道说，哦，金山原来有这些地方。那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呢，也都不知道这些地方可以去走走看看。我很负责任的表示，如果连我都没去过的话，你们99%的人也不会去过。对，然后包含了我们最后这家甜点店呢，它也是新开的，所以觉得大家如果最近呢有到金山来走一走的话呢，可以参考我们的行程。那如果没兴趣的话呢，也可以当我们听听我们说故事这样子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啦，大家拜拜。